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紫雷裂谷照群陰，鬼巢圍身退路深。密卷招魂藏舊主，殘煙散盡禍根沉。這人到了沒退路的時候，反倒容易清醒。為啥？因為能選的東西少了。平時你還能琢磨琢磨，往左走還是往右走，忍一忍還是拼一把。可婉進和宛如這會兒呢，沒得選。谷底就那麼大一塊地方，前頭黑壓壓全是鬼影，後頭陰風堵着，頭頂看不見天，腳底下都是濕冷的石頭和爛泥。那鬼影不是一個兩個，是一片，真是一片烏泱烏泱，從霧裡往外冒。有的貼着石壁爬，有的懸在半空晃，有的拉着長聲叫，那聲音尖得很，不是普通人喊疼那種叫，是那種刮耳朵、刮骨頭，刮得你心裡直犯惡心的動靜。再加上陰風一捲，媽呀，一股子腐爛味兒直往鼻子裡鑽，像老墳被水泡開了，又像爛木頭、臭泥塘、死耗子全攪到一塊兒。宛如臉色都變了，可他沒躲也躲不了，他就站在婉進身邊，一只手護着懷裡的密卷。這時候他心裡其實已經明白了，這卷東西不簡單。你說它是寶貝吧，它招鬼；你說它是禍害吧，偏偏一路上又靠它活命。這就最難受。好東西不像好東西，壞東西又不能扔，你說氣不氣人？姐，再這麼拖下去，咱倆真得死這兒。動手吧，殺出去！婉進沒立刻答話，他臉色冷得嚇人，但你別以為他是裝出來的，他這時候是真把心沉下去了，因為他知道接下來這一手要是壓不住場子，那姐妹倆就徹底交代了。他慢慢把手抬起來，掌心攤開，一開始啥也沒有，就是一只手。可下一瞬間，宛如就看見他姐姐指尖上冒出了一點淡紫色的光，那光不大，像火星子又像針尖，還像天雷落下來之前雲縫裡先露出來的一點亮。緊接着或啪一聲輕響，那紫光在婉進指尖跳了一下，宛如眼睛一下就亮了，他知道姐姐要用雷法了。這玩意兒對陰邪最狠，別的法術還得鬥一鬥纏一纏，雷法不一樣。雷這東西從來不跟你商量，你是鬼，你是邪，你是藏在黑裡的髒東西，行，先劈了再說。姐，就是這個，再不殺出去，咱倆真沒機會了。婉進輕輕點了下頭，他眼神一沉，整個人那股氣一下就變了。剛才還是兩個被逼到谷底的小姑娘，這一刻婉進站在陰風裡，硬是像在死人堆裡點了一盞雷火。他開口念咒，聲音不大，
可每個字都壓得很穩。天地無極，神雷聽令，誅邪滅鬼，急急如律令。這幾句話一出口，壞了，谷底一下亮了，不是燈亮，也不是火亮，是雷亮。晚近掌心那點紫光猛地往外一炸，剎那間紫色雷芒從他指尖爬滿整只手，噼里啪啦，像活的一樣。那電光把姐妹倆周圍照得跟白晝似的，剛才那些鬼影還往前撲呢，一看雷光炸起來，明顯頓了一下。你別看他們叫得歡，邪祟這東西也知道啥能碰，啥碰了就沒。晚近手腕輕輕一抖，五指往外一揮，轟，幾道紫雷直接甩了出去。你說像啥？像幾條紫色的長鞭，貼着霧氣，貼着石壁，貼着地面橫掃過去，哪裡鬼影多，雷就往哪裡鑽。那些陰靈剛才還挺兇，撲得跟要吃人似的，結果雷光一過，當場就散，有的魂體被劈開，慘白的影子一下裂成兩半，有的連慘叫都沒叫完，聲音直接斷了，還有的被雷電纏上，整團鬼影一縮，化成點點冷光，飄兩下就沒了。谷底一下亂套了，陰風被雷攪翻，鬼影四處逃散，哀嚎聲在石壁上來回撞，宛如看得整個人都愣住了。剛才那口憋在胸口裡的氣總算吐出來一點。姐，你這雷法也太厲害了，這些東西連半招都擋不住。可晚近沒笑，一點笑模樣都沒有，他眼睛一直盯着四周。你看，這就是晚近厲害的地方，他不是打贏一下就飄，他知道剛才劈散的這些大多都是低階陰靈，說白了就是小嘍囉，真正把他們聚起來的那個東西還沒出來。這就像什麼呢？你在村口看見一幫小混混堵路，真正難纏的未必是衝在前面的那個，往往是站後頭不吭聲，一直看熱鬧那個，那才是事兒。先別鬆氣，這些只是低階陰靈，背後還有東西，咱們還沒脫險。他話音剛落，谷底前頭那團黑霧忽然動了，不是風吹的，是裡頭有東西在往外鑽。黑氣先是往中間一縮，然後猛地一炸，一道黑影從霧裡竄出來，帶着尖笑直撲姐妹倆。這一下比剛才那些鬼影快多了，也重多了。剛才那些小鬼給人的感覺是陰冷，這個黑影不一樣，它是壓，一出來周圍空氣都沉了，就像有塊濕冷的棺材板突然壓到胸口上，宛如腳下不由自主退了半步。它不是慫，是那東西身上的怨氣太重，重的人本能想躲。那黑影渾身冒黑气，一張慘白的鬼臉在霧裡忽明忽暗，眼窩黑得像兩個洞，嘴角裂開，像笑又不像笑，看着就惡心。姐，這是啥東西？怎麼比剛才那些強這麼多？怨念積了很久，剛才那些陰靈80%是他控制的，你別往前躲我身後。宛如聽話，他往晚近身後一縮，但手沒閒着，還死死按着懷裡的密卷。這時候那黑影沒急着衝了，他停在前頭，陰陰的笑。那笑聲啊，真不是給活人聽的，像冰針扎進骨頭縫裡，一下一下。多少年了，本座終於等到活人了。2個小丫頭，把身上的密卷交出來，本座可以給你們個痛快。宛如心裡咯噔一下，他知道密卷這可不是小事，
他們自己都沒把這密卷弄明白，結果這谷底的老鬼張嘴就要，說明啥？說明這地方跟密卷有關係，而且不是一點半點。你到底是誰？你怎麼知道我們身上有密卷？本座是誰？你們2個小輩還沒資格知道，识相的就把密卷留下，還能留個全尸；不识相，本座讓你們生不如死。你听这话，这鬼東西挺會嚇唬人。他不光說殺你，他說讓你生不如死，這就不是要命了，這是要把人心先按塌。可晚近吃他這一套嗎？不吃。他這些日子一路走過來，邪門事兒見得還少嗎？寒潭黑影、鬼物密卷、死路，哪一樣不是奔着他們命來的？你現在再拿幾句狠話嚇他，他反倒更冷靜了。晚近手裡雷光又一次長起來，紫光映着他的臉，他眼神裡那股殺意藏都藏不住。裝神弄鬼也敢威脅我，真以為我這雷法滅不了你？口氣倒是不小，可惜你們注定要葬身此地。说完這句，黑影周圍陰氣猛地大作，剛才被雷劈散的那些鬼影竟然又開始往他身邊聚，1團、2團、10團、幾十團，物理石壁上、地面陰溝裡，到處都有殘影往他身邊爬。很快，整片鬼巢又成了，而且比剛才更兇。剛才那些鬼影是散着撲，這回可不是了，這回像一整片黑水貼着谷底往姐妹倆身上湧，尖叫聲一層疊一層，聽着像無數死人同時伸手要把活人拽下去。姐，他又把那些東西叫回来了。看見了，別亂，站穩。你聽這3個字，站穩，這不是廢話。人在這種時候最怕的就是腿軟，腿一軟，心就散，心一散，命就沒。晚近指尖飛快掐訣，紫色雷電轟然往外鋪開，一圈又一圈，很快在姐妹倆周圍織成一道電網。那電網噼啪亂響，鬼影一碰上來，立刻冒起黑煙，慘叫着退開。可問題是，退了一批又上一批，這些陰靈像不要命一樣，被後頭那黑影逼着往前撞。晚近眼神越來越沉，他知道不能光守，守是守不住的，鬼多陰氣重，後頭還有主使。他要是一直耗雷法，再厲害也有力盡的時候。所以這一回晚近不打算擋了，他要直接轟那個藏在鬼巢後頭的東西。他抬頭看了一眼谷頂，早被黑氣遮住了，可他還是抬頭，就像隔着滿天鬼霧，硬要把天雷請下來。區區詭異也想困我，天雷九霄，給我轟！這一聲落下，谷頂忽然亮了，不是他手裡亮，是天上亮。哪怕這谷底被陰氣壓得密不透風，那道雷還是來了，一道紫色雷柱從上頭直砸下來，不偏不斜，正砸在黑影所在的位置。轟！這一下，整個谷底都震了，石壁跟着抖，碎石嘩啦啦往下掉，地上的黑水都被震起一層，宛如耳邊嗡的一聲，幾乎啥都聽不見了，眼前全是紫白色的光。他下意識抬手擋眼，可擋也沒用，那光太亮了，像有人把整條谷底的黑暗一把撕開了。鬼巢被雷光吞進去，黑霧被炸散，那些小鬼連掙扎都來不及，就一片一片消失。
而那道黑影也終於扛不住了。剛才還狂得不行，一口一個本座，現在被雷柱壓在中間，慘叫聲直接響徹整個峽谷。啊，小貝，你敢傷我？婉進沒理他，雷都劈下來了，還問敢不敢？這不廢話嗎？雷法這東西最妙也最狠的地方就在這兒，他不跟陰邪講道理，你怨念深也好，你年頭久也好，你裝的多大也好，一道雷下來，先把你那層鬼氣扒了。過了好一陣，電光才慢慢散，谷底重新暗下來。不過這回的暗跟剛才不一樣，剛才是黑的壓人，現在是被雷劈空了一塊，陰風弱了，鬼影散了，那些殘餘的小鬼也不敢再往前湊，蜷縮在遠處晃晃悠悠，像塊散架似的。宛如喘着氣往前看，那黑影還在，但已經不是剛才那個架勢了。黑氣散了大半，鬼臉也破了，半邊臉像被雷燒掉一樣，殘影掉在半空中，搖搖欲墜。剛才還威脅人家留全屍，現在他自己都快留不住形了。婉進抬頭看他，手裡的雷光還沒滅。最後一次機會，說你到底是什麼東西？這地方藏着什麼？不說，我現在就讓你徹底消散。你看，婉進問到點子上了，他不是光想殺他，殺他當然解氣，可光解氣沒用。這谷底為什麼有這麼多陰靈？這黑影為什麼知道密卷？他為什麼守在這裡？密卷到底牽着什麼東西？這些問題不弄清楚，今天就算出了谷，明天還得掉進更大的坑。宛如也盯着那黑影，他緊緊抱着密卷，手指都快捏白了。說，你不是等了很多年嗎？你到底在等什麼？黑影已經虛得快散了，可他還是笑。這東西嘴是真硬，都這樣了還不肯說實話。小貝，你們以為殺了本座就能安然離開？可笑，可笑至極！此地之秘不是你們能掌控的。少廢話！哈哈哈！等你們真看見那東西，就知道後悔了。話還沒說完，那黑影忽然一丈，婉進臉色一變，退後。他一把把宛如擋在身後，下一瞬間，黑影炸了，不是肉身炸。他本來也沒肉身，是那團陰氣一下崩開，濃得發黑的霧轟地散成一大片，順着谷底深處鑽了進去，就像有什麼更深的東西在黑暗裡張開嘴，把他最後那點殘魂吞走了。鬼影沒了，可聲音還在，那陰森森的餘音貼着石壁來回飄。你們走不出去，密卷也不是你們的，此地之秘終會吞了你們。聲音慢慢沒了，谷底安靜下來，可這安靜比剛才群鬼亂叫還讓人難受。為啥？剛才鬼撲上來，你知道敵人在眼前，雷劈過去就完了。可現在呢，黑影散了，話留下了，那幾句話就跟釘子一樣，扎在婉進和宛如心裡。宛如緩了半天，才低聲問：姐，他死了嗎？散了，但未必是真死。那咱們算贏了嗎？婉進没馬上回答，他只是看着谷底深處，那地方黑得很。剛才明明被天雷轟過，按理說陰氣該退了，可那深處的黑反倒更沉，像一口井，又像一張嘴，一聲不吭地等着他們往裡走。過了好一會兒，婉進才開口：
眼下算活下來了，但這地方不对，密卷也不对。他剛才一直要密卷，這卷東西是不是本來就跟這裡有關？不是有關那麼簡單，他像是在等密卷回來。你聽見沒？等密卷回來，這話就重了。人找東西叫找，鬼守東西叫守。可要是一個地方在等一件東西回來，那就說明這件東西原本就屬於這裡，或者更嚇人一點，這東西是開門的。晚近這一道雷確實救了命，鬼巢退了，黑影散了，姐妹倆暫時活下來了。可他們也付出了一樣東西，暴露密卷，暴露了雷法，暴露了他們兩個活人的气息，也徹底暴露了。這就像你夜裡在荒山裡點了一把火，火能趕走狼，可火光也能讓更遠處的東西看見你。晚近站在谷底，掌心的雷光慢慢暗下去，宛如站在他身後，抱着密卷，半點不敢鬆手。姐妹倆都沒再說話，但他們心裡都明白，這一回晚近贏了，可贏得不輕鬆。他用雷法轟出了一條活路，也轟醒了更深處的秘密。這一道雷是救命雷，也是開門雷。小鬼退了，可真正藏在黑暗裡的東西像是被驚動了。你說這成仙路從哪兒開始？不是從人被供上神壇開始，往往就是從這種地方開始。從你第一次發現自己手裡有了能殺鬼的力量開始，從你第一次靠力量救下自己和最親的人開始，從你心裡冒出那個念頭開始，我能贏，我能殺出去，我能掌控這一切。可問題是，世上很多仗就是這麼欠下的。你今天用雷法劈開死路，明天就會有人求你劈開別人的命。晚近這時候還不知道這些，他只是皺着眉看着谷底深處，那股不祥的感覺越來越重，像有什麼東西正躲在黑暗裡慢慢翻開一頁舊賬，而那頁賬上寫的不是旁人，寫的恐怕就是她們姐妹倆自己的命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